一般我们所谓在讲不管是葡萄酒或者是酿造酒或者蒸馏酒都是一样啊，哈，就是我们在提到所谓喝起来很厚的时候呢，厚是我们我们自己的形容词，中文，英文的话你可以讲它的 body 叫做 body 很厚哦，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词可以用 dense， 就是 dense， 就是 dense 是很浓郁、很稠的意思。那 body 很厚跟很稠，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画上一个等号。它的意思都是说，这瓶酒里面，不管它是蒸馏酒，或者是它是酿造酒哦，就是啤酒、清酒、葡萄酒，或者是 whisky、白兰地龙舌兰啊，或者是兰姆酒啊等等的 whisky 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这一瓶里面有很多东西的话，我们通常都会讲说，我讲很多东西指的是除了酒精之外还有哦，注意我用的是还有很多东西的话，那通常我们会讲说它是很厚，但是这种厚的感觉呢，是比较更倾向于你对于这个风味的认知，就是比较香气很多元，或者是说它在嘴巴里面呢，感觉喝起来很厚实，很厚实。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嘛，你喝一瓶白开水，不是喝一瓶啊，喝一杯白开水和喝一杯西瓜汁，你会觉得西瓜汁和白开水哪一个比较厚哦？注意哦，它都没有酒精哦，我讲的是比较厚。当然是西瓜汁嘛，你西瓜汁你喝起来，你就知道它里面还有一些有糖分啊，有这个甚至有点小小的细碎的果粒啊，搞不好还有一些碎冰块也不一定哈。可是水就是水而已，所以这种厚度，所谓的 body 和所谓的 dense 这样的东西呢，比较像是水和西瓜汁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性。那如果说在讲的，在比西瓜汁再更厚的饮料是什么？芒果汁、木瓜汁，对不对？那比木瓜汁再厚一点的，可能是木瓜牛奶，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body， 越来越厚，越来越厚。那另外一种厚，这是比较特别台湾人或是华人会用的厚，就是属于那种酒精度很高的，你听老一辈的人会讲说啊，这酒啉起来就纯呢，就纯呢，就高诶。他们的高的意思厚高是闽南语嘛？他们的高的意思是说酒精浓度是比较强的，比较厚实的，喝在嘴巴里面会一路一直烧到胃这边的哈，比较容易喝，理论上是比较容易喝醉。所以这样子的厚度的酒呢，它跟浓稠就不见得有关系。高粱喝起来会很让你觉得 full body 吗？不会。但是高粱有一种情形会让你觉得它很，那个也不是厚，那是比较属于浓稠的感觉。什么样的状况？放到冰箱里面去。其实任何的饮料放到冰箱里面，如果说在它不结冰的状态底下，它里面的分子都会靠得比较近哦，因为我们知道温度是属于那个里面的分子原子的这个振动的这个频率嘛、幅度嘛，所以当它温度降低的时候，它振动比较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它会比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可是还没有到达说所谓的变成固体的状态。这时候，比如说你高粱酒倒出来，就会有一点点稠稠的感觉，不是说非常明显，但是就会有一点稠稠的感觉。而且这种稠稠的感觉，如果你杯子本身没有冰过的话，它很容易就会慢慢的就不能讲解体，就会随着温度的增高，然后就酒体就比较散了，比较散开了。这时候你喝起来就不会那么浓稠。那这种稠呢，是属于外加的，就是说属于温度去改变它的，并不是说酒体本身，我们再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啊。同样的道理，如果清酒你把它放在比较低温状况底下呢，它喝起来也会比较紧一点点。
比较紧一点点的话呢，换个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说，它们比较里面的物质比较接近的话，你放在嘴巴里面感受呢，比较容易感受到是整体的感觉，而不是说单一的，比如说它的甜啊、它的酸啊等等那游离出来的那种味道。所以温度降低，我们之前讲过了，温度升高，你比较容易感觉到甜的味道。温度降低的话呢，温度升高，温度降低的话呢，你比较容易感觉到的是这个整个是绷在一起的感觉。然后特别是甜会被比较压抑住，然后反而酸会比较明显一点。这个跟酸度、酸性物质跟糖分这种的物质、甜度的这种物质，它的化学结构是有关系的哦。我自己化学也那么强了，但是各位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就好了。所以一直有朋友在问说，whisky 啊，或者是那种高酒精度的酒呢，喝起来后呢，所以清酒啊，或者是啤酒喝起来比较薄啊，这个他们认为是跟酒精度有关系。我可以讲说，对，没有错。如果你单纯只是用酒精度来判断，你把厚的形容词是用来判断酒精度的多或少的话，你可以用厚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的话，所谓的 body 或者是 dense， 这个比较不是在用在酒精度上面，是比较用在我刚刚讲的那个里面的物质的多寡。那要怎么去形容它的酒精度高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现在哪些字可以形容这些东西，但是，以 whisky 来讲的话，一般我们喝到的大概就40度、45度左右嘛，白兰地也差不多。在烧酎的话呢，大概就是25度哦，可能到40度都有。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喝过45度的烧酎哦，那喝起来也比较稠密一点点。然后另外就是说，烧酎也有whisky 也有做到所谓的原酒的地步的啊。原酒我之前也解释过了，它原酒不见得酒精度就一定很高哦。原酒的意思是比较轻，它的真正的意思是说，我酿好多少，我蒸馏好多少就是多少，我没有在调水，或是我调的水在一定的比例之内，那叫原酒，就是没有参加太多东西的，参加太多水的酒，那叫原酒。可是如果你酿出来就这么高的话，那个原酒就不见酒精浓度就非常高了哈。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各位在超市可以看到那种高粱酒有53度、有58度的。那53度、58度，很多人都讲不一样啊。为什么要弄53度？为什么要弄58度？会差5度有人是说53度是专门做给金门酒厂专门做给这个金门在地人的配送酒，也许吧，我不晓得，因为有53度跟58度，其实已经没有差很多了啦。你真的喝得出来吗？真的喝得出来吗？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这阵在进行一个活动，我跟一个酒商拿酒，然后有一些朋友跟着我一起拿酒，就是你讲团购也是团购了，但是我比较不倾向用团购这个名词，因为团购好像我们就一定要杀多少利润，但是我知道酒商们之间的辛苦，我也有辛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是对我的意义来讲是有一批酒，如果说这个量没有到，比如说几百支我们吃不下的，我就找一些朋友，我们团体一些朋友把这个酒给全部吃下来。像这一阵子我要吃的一瓶酒就是一瓶日本的清酒纯米酒。它的精米步合是60%，然后它的酒精浓度竟然发酵到20度，注意哦，20度哦，你有喝过20度的清酒吗？它是酿造酒，它不是蒸馏酒，所以这个酿造过程，这个酵母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它耐得住这个这么强的酒精度哦。一般15、16就已经差不多了，然后17就已经算是很强的。就是酒精度很高的日本酒了，它竟然做到20度，
我人生中这也是我第一次喝到。我知道有那种做22度的那种纯米酒，那个不是拿来喝的，那个是拿来作为你要泡美酒啊，或是你要当基酒在用的，泡美酒，泡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东西，当利口酒的 base。但是做到20度的清酒，而且它是用传统日本的山肺的酿造方式去制作出来的。山肺的酒呢，一般来讲，因为它是用传统酿造方式去做的，这边细节我不展开哦，所以它通常这样的酒呢，里面有比较多的乳酸菌的那个乳酸菌，然后喝起来呢，味道会比较厚重一点。那种厚重是属于 body， 就是属于里面东西比较多的那种，跟酒精度没有关系。可是这一款酒就是它用山肺做出来的酒呢，可是它要做到20度。那你说那是不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full body 那2种定义都有了，是都有没有错？但是呢，我实际上喝起来的感觉呢，这瓶酒不太适合一般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在喝，因为他可能会喝不懂。但是如果你喝清酒，你自认为你已经有到达一定的功力的话呢，这个酒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酒，因为呢，它是山肺型的，很传统的日本酒，但是呢，它又是一个酿造到极限的酒。酿造到极限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忘记那个酒精度，比如说从15度到20度之间，这个多的5度，它是纯米啊，它也不是加酿造用酒精啊，那是怎么来的？那纯粹发酵得来的。纯粹发酵得来呢，表示产生酒精，那表示什么东西变得比较少，就是糖分。所以这瓶酒是非常的 dry， 就是日本酒度我不晓得多少，因为酒厂没有提供，但是它的日本酒度一定比较高，就是比较比较 dry， 比较干口，干是这个2横1竖这个干哈，比较干口，所以它跟你想象中所谓酒精度高较高，然后又再加上这个山肺，所以里面酸度比较高，然后所以应该是高上加高，喝起来很厚。其实不是，它反而是入口的时候那个香气很浓郁，可是那个烂熟的哈密瓜味道真的非常非常强哦。然后喝下去之后呢，在嘴巴里面其实不会支撑很久就会解体了，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酒精度高的那种感觉，但是并不是说会辣或什么，而是这种感觉很像是那种堆积木堆得很高，可是一碰啪就掉下来的那样子。我个人觉得说像这种类型的酒，其实它兼具了，它是应该算是一种比较新形态的酒。当很多酒造在想要做出比较低酒精的酒的时候呢，它做的反而是比较高酒精的。我想也是他们酒造的第一次尝试啊，因为要发酵到20度，其实真的是要控制的非常好才可以。它在曲的运用，在跟米跟酵母的运用，这个其实要非常有技术才行。如果你没有机会喝到的话，大概应该，因为台湾才进30瓶而已，可能会被我们的群体的朋友拿掉，不晓会剩几瓶，一瓶也不贵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实验性的商品嘛，可以这样称呼吗？因为这个酒造本身是一直都是以纯米系的，而且偏向传统酿造法的这个传统型的清酒，但是属于传统酿造的非常好的清酒，所以他这次做这样的尝试，我也觉得蛮意外的。反正就是我们会喝喝看，其实我已经喝过了，因为我有试喝，厂商有寄样本给我。那今天这时间比较短，15分钟，好弥补我前一阵子讲太长了的状况。主要简单就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厚。我用清酒来解释，是因为在葡萄酒里面呢，我们所谓的厚这个字呢 ，body 基本上在葡萄酒比较偏向于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或者是葡萄本身，它的皮就比较厚啊，也是里面很多东西，
所以跟这个清酒的那种厚的那种解释不太一样哦。当然，葡萄酒也有酒精浓度很高的，但是很高的葡萄酒，目前看到就正常酿造的话，大概就是 Amarone， 但是意大利的 Amarone， 但是意大利的 Amarone 它本身在处理原料的时候就已经有特别的处理过了，单纯的靠酿造，靠大自然的那个就是给葡萄光合作用产生的果实的糖分很高的话，大部分在新世界的国家，比方讲澳洲、纽西兰，特别是澳洲澳洲的 Shiraz 那个有时候酒精浓度也是14.5、15那种很高的，但喝起来就是比较属于就比较condense 那种比较 是 condense 还是 dense， 就是比较集中的那种感觉。那酒精度15度、14度其实没有差很多但是我刚刚讲那个20度那个就差了很多了，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没有很仔细去介绍利口酒，比方讲美酒或者是烧酎或者是其他的像苹果酒啊，或者我一直很想讲还没有讲的雪莉酒，没关系，我们有机会再来一一的来提，维持15分钟到16分钟就好。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拜拜。